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仁凤，大家好；前民众党张委员张义善，5个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一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在你在关心大罢免所有氛围的时候，你有没有关心到一件事？其实这次丹阳市台风重创了南台湾。尤其像大概新竹以北的观众朋友，大概不太感受到一些什么样，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感受到太大一些的风雨。但是这一次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然后包括气象局会发布哪一些地方呢？会有豪大雨，会有紫暴，尤其在中南部的一些的地区。那所有这一切，尤其是对于中南部有一些地方，不管是在台南啦、嘉义这些地方，当你这几天在新闻画面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是这么惨的一个灾情？每一次碰到几个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全台湾人的心在一起的时候，对棒球的时候。那很遗憾是，另外一个就是当发生风灾的时候，我们要学着跟台风去共处。而在发生风灾的时候，这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叫风雨同舟，全岛一命。这过程当中，当然你也看到了，包括很多户到现在来讲的话，也许还有一些地方是在停电当中。那台电的人员在这过程当中，让很多人感动流下泪，因为那个过程你看到一些相关一些照片。当你躲在风雨家中的时候，他们是在外面，希望能够把电能够维持着。所有这些，让观众们先来看一下这次台风的过程，有一些地方现在还在等着救援。来，好，目前我的位置在我们大武村5人人桥的桥上，现在都是连接驳的方式都不大。来一阵，当然这些画面只是其中的一些的画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那我每次讲在风灾的时候，特别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同岛一命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到这个风灾，你看到所有状况，大家大概那时候一开始，尤其在北部的一些朋友感受到的时候，是从南昆生代天府12根柱子，是你很难想象那样的快木柱会应声倒地。刚才看到那所有的电线杆，那是满目疮痍，胜过草岭那个堰塞湖。没错，大家才会注意到这次的灾情原来这么严重。没错啊，尤其南昆生，我每年过年都会去那个安那个平安灯。哦，当然我们不像傅昆萁可以弄整条柱了啊，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会在南昆生那边安平安灯嘛。看到那个牌楼倒掉，其实心里面，因为毕竟有信仰，你才会做这个安平安灯的动作嘛，所以就非常的难过啊。其实哦。台南16级风，我们台北完全没办法感受到。是，但是那天晚上为什么那么多的网友去灌爆所谓的蒋万安？因为看到南部这么严重，就觉得第2天台北也应该会有一些灾情才对，怎么不放假呢？所以为什么南部这么严重，台北没有事情？但是我们要感受到南部的这些严重性，是需要大家来支援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包含这个屏东的大武村，刚才看到这个乡长这个村长拍了一些视频，告诉大家大武村现在有100人受困，因为他们桥都断掉了哦。这个可以看到上面的照片，桥都断掉，所以有100人受困，而且他们存粮只剩下7天啊。我相信赖清德的总统应该会马上派救难队也好，或国军也好，马上进驻去搭便桥也好，或者是提供相关的一个空降的一个直升机下去的一些粮食，来救这些100人受困的这些灾民哦。另外可以看到台东县的这个大武乡的曹雍溪也是淹没到桥梁这个桥大概
带都要重新再做修建的动作，否则这个村子大概也会有交通通联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云林草岭这个堰塞湖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云林草岭的堰塞湖本来是没有这个湖的，是因为921大地震变成是一个堰塞湖，本来还是一个著名的景区哦，但是这一次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堰塞湖已经溢满这个堤防的一个高度，所以他们随时有可能会有溃堤跟溢堤的一个结果，而中下游的居民应该包含县市政府或者是中央单位应该马上疏散下游的这些居民不然这堰塞湖如果大量的流水淹没了下游的这个村落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民众的更大的损害那除了这个非常灾情非常严重的高屏、台东跟云林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受灾更严重的是台南。那台南的部分，你看你那么多人在等什么？大家以为在等罢免吗？不是，在清垃圾，清笨手了，因为清这个垃圾车，在等垃圾车，你就知道，因为灾情严重，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淹水的状况，才会有大量的垃圾的堆积。这些垃圾的堆积会需要清洁人员帮忙把它清出去，所以大家都在所谓的清垃圾包含这个屋顶也都被吹翻所以急缺这个帆布，因为屋顶被吹翻里面的家具如果被没有屋顶的话，下雨又要被淋湿一次家具的受损会更严重，所以他们急需这些帆布来救灾。另外就是七股，到现在水还没有退啦，这跟海潮也有关系啦。因为所谓的除了大雨之外，还要跟潮汐有关，因为七股就在海边嘛，潮汐一满的时候，你的水就更难排出去，所以这个七股的地区现在是满目疮痍，都是汪洋一片所以赖清德总统说，灾后的复原刻不容缓，中央地方务必通力合作啦，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就要不要再分所谓的中央跟地方。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中央地方不要互相指责跟互相合作的同时，中南部的立委，你们要想到当初为什么这些救灾的预算，你们要把农业部的预算删成1元业务费？后来当然张家靖议员有把它回复了没有删到1元，但是当初你为什么要提这个案？但是最后删除的是补助农业特别收入基金的9000万，被你们删除掉了。而这个9000万虽然不多，但是为什么当初你要删的原因是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说服人民。尤其这一次光是农业的灾损就高达21亿的农业灾损，而这21亿的农业灾损是农业灾损还没有完全清查完还有包含刚才看到的各种的所谓的桥梁也好，或者堰塞湖你要做相关的防波堤保护也好，这些东西都需要预算。所以林俊宪委员已经提到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就是针对这次的台风所造成中南部的灾害，如何透过一个特别的条例来拨补这些相关的预算，来做相关的重建的工作嘛。所以所有的预算都是人民的纳税钱，我相信人民不会为了国民党说提这个1万块，真的这1万块对你这么急需吗？对于中南部的立委，中南部的居民，是不是更加所谓的他们的救命钱？所以光这个礼拜五我们要讨论的41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里面，其实就有包含到台电的补贴嘛。那台电这一次在中南部这个电塔倒成一片我们看到台电的人员不断的在做修复的工作，民众还是觉得慢。那觉得慢，最重要的是整个台电的不只是这个补贴电费的问题而已，而是整个台电是不是应该做所谓的电力网的电网强韧计划，把这些所谓的电塔或者是这个电线杆可以做地下化也好，或者是电塔来加固也好，这些东西都需要预算来补贴。但是我们看到国民党在这个周五就要表决了，立法院要表决这个所谓的这个4100亿的特别预算，这4100亿的特别预算包含了1000亿的台电预算，但是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是说要发这个1万块是不是人民可以接受？这个有待大家来公平。不过刚才讲到所有各地方的一些的灾情的过程当中，你看到那个堰塞湖的那一块，那个堰塞湖，对上一次这整个堰塞湖成型，包括在921离现在多久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一次对于整个中南部地区那个风雨有多大。包括媒体报道，在74年前那个堰塞湖当时要开发的过程当中，因为山洪爆发，130几个官兵在那过程当中，74个官兵罹难在那，所以还有一个碑。那这些是在北部很多的朋友大概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在南部这一次造成这么大一些的灾损，所有这些过程，而这个过程在自然灾害里头，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但小玉，说实话，
对所有的农民来讲，对，那靠天吃饭是一回事，但是当你看到所有的新国收成，媒体上面你看到这个文旦，对，那真的叫放水流，那很难想象啊。我不是单纯要关心说啊，你中秋节要什么，而是这些农民。这要辛苦了多久才能够栽种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欲哭无泪哈！先讲，现在根据估算哈，现在全台湾的这个农损，因为这次丹纳斯台风已经超过21亿的这个农损了哈。那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触目惊心的画面啊，这是其中台南麻豆的一个这个文旦园呐哈。你看它整个这个风吹过来啊，基本上它这个占地啊哈，占地这样子的这个果园，基本上他说已经落果90%了。你看这些哈落下来的哈这些文旦啊，大概都已经都成型了哈。大概再过不久，我们中秋节大家都期待嘛，因为这个台南麻豆的这个文旦很有名，很好吃啊。那你看现在这样子都已经落地了之后，所以很多的这个农民啊，真的看到这个哈，今天被烤出来，他就说哈，他的这个订单啊，已经都全满了哈。那现在看起来只能提早下课。那这个农民说，确实啊，这个天灾是有补助，譬如说有一个农民说，他的这个每分地啊是给他补助8000元，那他的这个整个农地补助下来的话，他可以领到56000块的补助。可是他这些钱啊，他必须第一个他要拿来先聘那个捡落果工，然后还要找清洁工，等于说这一片都还要先找人来清，所以等于说他的那个补助就全部都已经投入在这个后续的处理作业了。那你更不用讲，等于说今年他的订单是不是整个就报销了？等于说他的那个补助就全部都已经投入在这个后续的处理作业了，那你更不用讲，等于说今年他的订单是不是整个就报销了？所以就说这只是其中的一角啦。那你就说，就包括这个台南啊、嘉义，我们知道嘉南平原这个大家都很知名嘛，所以等于说这一次你光是这个台南麻豆的文旦灾损这么严重，你就知道说哇，那这个中南部啊这一次整个农损是非常的惨痛了哈。那当然讲到这个农民的这个损失之外，当然这一次还有蛮多人蛮痛的，就是停电。停电。我看有一个专题在报道他有去选那个什么老人之家啦，那个养护之家，那个嘉义的一个那个就是老人养护中心啦哈，他那个阿北就坐在那边啊，他就好无奈说没法度啦，今嘛没灵气啊，就也是很难受，但是就是共体时间哈。那我们来看，就是最近很多感人的画面包括这个网络上疯传的这个台电的员工摸黑在这边吃便当，这个已经都晚上8点多了都还在抢工，所以等于说这些员工他们就这个微光，那个帽子上面的微光都在吃这个冷掉的便当啦哈。那另外呢，还有包括就是说夜深了哈，那这个还在抢修，因为一想到这个乡亲没有电，一定很不方便，所以再累这个也是拼的啦哈。那另外更感人是说，有人生日都没办法回家，然后这些同仁就赶快买了一个小蛋糕，就帮他祝贺生日快乐。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都是在荧幕上可以看得到的。可是你知道吗？台电他们这是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非常辛苦。可是你知道还要有这个后继的部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吹倒了上百根的这个电线杆啊。那你吹倒了这些电线杆，你要修护的话，你还要补料，还要备料，所以等于说台电你。大家只有看到，当然他们非常辛苦，我们这个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这个非常的这个敬佩他们，但是也有想到后勤的人员，所以台电为了这一次赶快抢修，这次全台71万户停电包括电塔啦跟这个电线杆倒塌那我们来看，你说空中大动员，你看33支的临时的塔杆从无到有那这个是新温变电所在今天这个在应该是昨天晚上7点49分完成复电，你看本来是从无到有一根一根电线杆帮你竖起来然后呢就要赶快完成复电，所以我刚刚讲从第一线到后面的配置，台电是等于开通一条路啊，他们因为嘉义这次受损最严重，所以他在嘉义的鹿草这边他就直接设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补给站，他把所有的备料都先放在这里，那等于说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来这个鹿草这边先来领了那个所有的备料，包括塔杆啊，包括这个电线的一些备料，然后呢就一条线就直接赶到这个修复的地方，所以等于说台电为什么这次
就是说没有话说啦，就是你要苛责他。就像王义川为什么他会感动的流下眼泪，他讲了3次哦，他每次要讲到台电的事情他就流眼泪，他就是说碰到台电的人，他真的只想跟他说加油，就是你任何苛责的他的话哈，你都说不出口。尤其你看到，如果这些是你的兄弟姐妹，这些是你的这个父亲啦，这个父执辈的，你看到他们，真的大家都会其实真蛮感同身受的哈。那好，其实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台电的辛苦。那刚刚这个义山哥也有讲嘛哈，当然包括这些有些网民就说我不需要普发1万了哈，我支持政府拨补台电。我们还是要回到政治层面的一个现实啊。那刚刚有讲到说昨天不是在下午的时候，突然有个媒体跑出来一个独家消息，就说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说要各退一步啊，就除了就是说要让这个行政院提的这个4100亿哦，就让本来预计在明天的这个院会让他过关嘛，那2300亿本来就是国民党自己要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突然今天一觉醒来，哇塞，整个国民党大转弯哦，林涛还赶快。就是突然讲了一句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反对台电拨补立场。OK， 对，本来是讲说用换的。换那2300亿，因为每个人1万的话，算一算差不多2300亿。然后国民党就同意台电拨补的那1000亿。那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寸步不让，对台电的这一部分。是，来小玉。那我先讲一下我知道的内幕啦，好，就为什么这是林涛，这是林涛的板子都没有给我。好了，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这样转折啊，因为就我了解，事实上从上礼拜开始了哈，你包括就是说朱立伦啊或傅昆萁啊，他们都会其实不止来自中间选民，对他们来讲还好，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企业啦，因为他们。你总是国民党要募款吧？你国民党还是有企业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是会有一些压力，他们就会跟这个国民党反映啊，就说好，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税不明嘛，对不对？那台币已经升值了10几%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再加上台电你不拨补它，未来它要涨价的话，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用电大户啊，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小来百姓，通常用电大户绝对都是企业主，所以企业主如果到时候哇，你要给他这个，比如说台电比如说你要涨电价，其实受损最严重的绝对是这些企业，那企业动北调啊，那如果企业倒的话，要算谁的？是不是全部都去找国民党？所以就是说，国民党你最好永远都不要募款啊，那要不然你来自这些企业的心声你是要听的。所以就我了解，就是说傅昆萁跟朱立伦你说谁找谁，那当然两边都有互找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决策他并没有很多人知道。那就我了解是说，傅昆萁从上个礼拜开始，他已经有去跑一些立委的办公室了，美其名是沟通啦，但是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开始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变化。那朱立伦呢，就是昨天在中常会上，他就直接讲说要各退一步。当时其实我觉得他们打如意算盘啦，可是我觉得他们忘了，现在院长不是王金平，他们以前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当过立委嘛，他们都觉得以前王金平时代就大家各退一步啊，我们就协商啊，老王最会那个就调和顶鼐嘛，你要你的，我要我的，好，大家各退一步，皆大欢喜。可是他们忘了现在的院长不是王金平，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可以各退一步。结果这个令下出来之后，哇塞，昨天就我了解，真的不夸张，立委的群组爆炸，然后他们这个里长的群组爆炸，支持者打爆了国民党。好，那你一定会觉得好奇啊，那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大家都在骂，就是说要拨补台电这件事情。最主要是深蓝啦，深蓝的支持者啦，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说你不是跟我们讲就说这个民进党这个光电、风电多烂，我们就是要恢复核四你的这个能源政策不是骂了1整年了，就说这个赖清德领导的这个能源政策没晒啊，我们要这个恢复核四，就现在你突然跟我讲说要拨补台电。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啦，就是大家骂的2个字，就是你就是投降，投降，就是国民党一直跟他们讲说就是人数优势，我们就是碾压，你人数优势你就过啊，就是2300万，一人发1万，2300亿啦，就也在改鬼啊！起码你现在跟我讲说要投降，各退一步，那当然他们不能接受。那最后我要讲了我就说那奇怪啊，那你还是就说你这些选民应该还是会知道啊。如果说你涨了电价，那对大家都不利啊。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跟我讲说，你们已经跟他讲了能源政策这个多烂，那你现在突然要退一步，那还有他跟我讲，因为大部分反应很激烈的啦，都是深蓝，而他们现在大罢免要靠这些深蓝还有基本盘出来。因为坦白讲，你一般比较偏中立的选民，他也许他反对罢免，可是他不一定会出来投票。你真的会出来投票的是那些反对很激烈的这些深蓝，或是说国民党的基本盘。他就跟我讲说，你现在去跟深绿讲你今天去跟深绿讲说，我们现在
不要罢免了哈，不要罢免了，那他们不是整个会大爆炸吗？所以等于说，现在深蓝的情绪跟这些深绿的情绪是一样的。你现在突然跟深蓝讲说，我们要拨补台电哦，我们这个我们就退一步了。他们觉得这就是投降主义。所以为什么整个国民党昨天大炸锅，到今天这个赶快出来灭火？我觉得是有这样子转。然后最后要讲了，有些人分析是说，朱立伦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策？是不是要跟黄国昌不想再被黄国昌拉着走，要跟黄国昌路线切割？因为黄国昌就是鹰派路线嘛，什么都要对着干嘛，对不对？那现在看起来，如果国民党不想要这个跟黄国昌的路线跟着走的话，就是他现在从鹰派转为比较软一点。可是看起来在这个时机点，我认为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昨天这个测试之后，大概也没有这个退缩的空间了。姚明，我帮小玉姐补充一下啦。那因为我不是深蓝啦，我也反对拨补台电。OK， 那你没有打电话去抗议嘛？对，我不用打电话，我在脸书写啦。我说如果你国民党最后是支持拨补的话，我就7月26，我有票哦，我的选区有立委被罢免哦，所以我如果到时候我就不投了。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朱立伦主席在今年1月15号。他自己讲的，他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加上一堆绿能蟑螂，要全民补贴2000亿给台电，平均一个人要付9000元，这是国民党绝对不能接受。这是今年1月15号啊，他那天还讲了什么？要罢免陈莹跟吴丽华，同一天。好，那朱立伦他当时这样讲，好，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总预算里面是2000亿，一个是追加预算，一个是常务的公务预算。那现在特别预算里面是其中的1000亿要把它复活。我为什么反对拨补台电？是因为我觉得问题不是拨补台电的问题，是能源政策的问题。台电的员工，刚刚讲这些员工，我们都很辛苦，我们都知道。而且我跟大家补充一个资讯哦，这些台风电维修的员工啊，这是蔡易余委员去年11月。公开质询还帮他们请命，他说现在台电有一半的台风天的维修人员都是外包的，都不是台电编制内的，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津贴，让他们愿意出班。民进党的立委都知道啊，所以这拨补这1000亿会进到这些员工，他们便当会加分吗？他们会加菜吗？不会，这1000亿纯粹是给台电亏损的拨补，我觉得这没道理。好，那当然回来我们补充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说，朱主席他们党内认为他有美方的压力啦。那美方当然是针对1500亿，就是这4100亿里面有1500亿的国防防卫韧性那一块的，这个跟国防预算啦，或者说买一些海巡的这个设备等等是有关系的。那这一块，朱立伦主席他明显感受到压力，所以确实他不是这个礼拜才做决定的，他是在之前，至少上个礼拜以前，应该说大概2个礼拜前，大概7月初、6月底、7月初那段时间就已经找了党团3长去沟通了。有沟通过吗？有沟通过，为什么今天反弹这么大？是朱主席找3长沟通。OK， 所以其他人还不知道。然后呢，就像刚刚小玉讲的，所以副总召有去做一些基础的沟通，但是他没有很积极的原因，他知道大部分人不领情，大部分的人不领情。那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上个礼拜党团认为已经拆弹了，认为朱主席这个我们已经透过党团的这个模式说，已经给了一个答案，叫做等美国对等关税放榜再处理。他认为已经有一个缓兵之计，结果没有想到昨天突然。因为听说是党中央自己放给媒体啊，说我们要这样做了，所以这个消息昨天一曝光，媒体一公布，然后呢，很多国民党尤其是要被罢免的立委全部群组都炸锅。所以这个消息昨天一曝光。媒体一公布，然后呢，很多国民党尤其是要被罢免的立委全部群组都炸锅。那他们昨天晚上，他们有国民党立委直接形容给我听，他说有那种从来不对公共议题有太多意见的立委，都把他们选民给他的里面咒骂到很夸张，说不投票或怎么样，你们敢这样做，你们怎么样那种，直接截图，把这种群组就贴在他们。蓝委的群组，所以他们里面也知道说这个事情就炸锅了。今天早上党团大会也是炮声隆隆。然后呢，其实就我的了解啦，今天有人去跟朱立伦沟通了，今天一大早啦。
他们党团，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所以才有林涛啦。哦 ，OK， 所以呢，我要说的是，就是他们党团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拨补台电这个东西哦，不用急于现在做决定，就是说你可以让它去变成一个政策的辩论讨论 ，OK， 但是那1500亿没有人反对，就是说如果你朱立伦是因为美方的压力，那这个部分哦，其实只要对等关税的部分明朗就会处理了，那他们绝对不会打，他们的意思就讲得很明白，那1500亿他们绝对不会，但是拨补这1000亿，因为是国民党去年我刚刚讲了嘛，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朱主席都说反对啊，那你怎么可以突然反对？反过来，尤其像民众党的小草反弹更激烈，是哦，所以我说这一块哦，可能会导致甚至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接下来大罢免哦是大扣分哦，真的会大成功哦。OK， 因为立法院每一次都是521一次会嘛。那本来大家就在想，那明天呢？明天真的要再一次决战吗？然后包括4100亿的，包括国民党那普发1万的2300亿，会不会这样？刚才讲的那些所有的转折，然后呢，当然你说中南部的这些风雨的所有的灾情，在这个时候大家会关心灾情这些事情，包括刚看到台电的这些，所以它就出现2个问题。第一个，国民党整个决策过程、沟通的过程，是不是应该要再检讨一下？要不然的话，今天看到的这些状况，大家讲。不过1天，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好，第二个就是这个过程，因为南部确实是碰到这样一些事情，所以你刚刚小玉刚刚把包括大家看到台电人这么辛苦这些，当这些都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去区别哪一段是是不是跟那个风雨灾情，或是跟所谓的台电什么这么有关，你很难去把它画得这么清楚。那个这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又要护着你们的立场，又要护到所谓的大罢免的时候不会因此而失分，怎么做？好，还是要先讲一下。来，这是今天我们党部中央他最后的决定。OK， 也是基本的说明稿。那讲第二个，其实大家最在意的就是第二个，反对台电拨补立场不变，就是蓝营对于这个拨补的反对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然后后面又讲外传所谓可能让步或讨论预算是错误解读。是过亿，所以他们2个都是错误解读。所以这一段我只跟大家讲一下，但重点还是上面那个。因为那一段是林涛说的，那林涛没有参与前段讨论，所以我们同意林涛他的说法。所以我先讲第二段是错误解读过亿，但不管大家怎么想，我们寸步不让。对，反过来写对。所以那1000亿打死都不会让。对我个人，就算没有参与这个我们立法委员党团的讨论，我也觉得这1000亿。真的需要考虑，因为真的需要考虑。很简单，大家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蔡政府为了强化电网韧性计划，当时编了多少钱？10年5600多亿，也就是平均1年会给他560几亿来强化电网。就这个时候，你说要再拨补1000亿给台电，然后理由是因为他们很辛苦，不要在灾情的时候想到他们。适合吗？我觉得想法是非常不适合的。刚刚杨明哥讲非常清楚了，别在灾情的时候才想起他们，这话绝对正确。因为台电的不管是他的员工还是外包厂商都非常辛苦。但是你后面讲这2句话，我只问一下，我不需要，我是谁？是你做图那个人，还是这里面吃便当的人？你要讲清楚一下，不要去消费人家。我讲白了，这个图是消费这些里面的员工。你不想要普发1万块，我都尊重，但是里面的人想不想要，我不知道。再来又加了一句支持政府补助台电，请问一下，补现这1000多亿是让里面的吃得更好吗？刚杨明哥讲过了，不是啊，它是补助台电每年的亏损啊。台电这几年来，我们已经补助它多少次了？就我所知道，至少3次到4次，补助了3000多亿。结果呢？结果每一年电价还是在涨，至少涨了3次还是4次电价。所以对我而言，我态度非常简单。拨补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但有个重点叫做救急，不救穷。他如果照赖清德总统讲的，如果我拨补我台电，他后面电价不会再涨，他现在问题可以解决好，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争议。本来就要救台电，台电是大家的，大家都很辛苦。但问题是，我现在拨补台电1000亿，我就请问，明年、后年或大后年，我会不会要继续的拨补台电？我个人认为机会非常高啊。因为现在的绿能发电原来是要卖一度电赔一度电呐，这大家都知道的情况嘛。所以能源政策没有办法很完整确认的情况之下，一直用拨补的态度走下去，我认为不是一个适合而且一个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当然，政府有维持物价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合理，就是不能够让它涨得太夸张，造成整个通膨，我都接受。但是你每年一直拨补，一直拨补，一直拨补1000亿，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觉得讲清楚啊。如果赖总统说我可能补助1年，我补助2年，那之后就不再补助了，我整个所有的能源政策、所有能源计划都会变得非常稳定跟健全。我觉得就算在野党也没有资格，也没有道理来反对它。但目前的情况是在所有情况都不确定情况之下，电价可能会持续涨的情况之下，然后要求在野党要同意拨补1000亿，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民众来消费这些所谓辛苦的台电员工或者是外包员工。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勒的做法不是一个适当做法，应该回到专业上来考虑一下，我这1000亿拨补下去了，结果到底对于台电整个财政制度能否健全，我觉得才是讨论的重点嘛。他们都很辛苦，帮他们增加他们的福利，帮他们增加他们的奖金，绝对都 OK， 这个我也都赞成。但如果只是为了拨补每年卖电所造成的损失，而永无止境的拨补下去，这对于在野党的角度而言，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易善要先宣布什么？我补充了，第一个各国有没有补贴各国的电力政策？有，各国都有补贴。第二个，台湾的电价是不是在亚洲地区相对便宜？是相对便宜。那大家要不要涨价？逐步涨价，大家都接受逐步涨价，但是不能猛涨嘛。那不能猛涨的情况下，就是要补贴这1000亿嘛。这补贴这1000亿是补贴给，我说真的，也不是补贴那些便当钱，是补贴给大家的电费，包含企业界你不要觉得企业界那个好像都变成是捐钱，所以我们害怕它，不是。如果你的企业的电费涨价的时候，它最终的终端的就是消费者嘛，不管是半导体，它的成本就提高嘛，或者是一般的做的小店家，它的成本都会转嫁到所有消费者身上。这个东西就叫做通膨，就叫做大家一起去 share 嘛。我同意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电力政策不一样。民进党就是主张绿能，就发展太阳能，发展风电。国民党主张叫核能。我还是问一句话：要主张核能，我不反对，但是请先解决核废料最终处理厂的问题。你不要只讲说我们主张核能，但是你永远不提核废料最终储存厂到底要设在哪里。如果国民党不提出来，我觉得你们主张核能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已。来，严凤。好。那核能的部分，除了核废料，当然还有安全性的问题嘛，那第二个，台电它会亏损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当然俄乌战争占了很重要的因素，全球都是这样子。大家知道油价全球性的涨了2倍，碳的煤价涨了5倍，所以当我们要发电的时候，确实现在台湾有很多发电，确实是需要靠这些原物料来支撑嘛，所以这个是台电为什么会有亏损的原因。那现在国民党一直用说民进党发展绿能是因为有弊案，然后好像都是一些蟑螂，然后从中获利，但真的是这样吗？你去查一下，在这个中南部县市有发生所谓的绿能或光电弊案的，其实都是国民党的议长或副议长所以到底是谁有弊案？我觉得国民党不要再用这种话术想要欺骗社会大众那可见在这一场罢免里面，其实对他们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危机感很重的时刻。刚刚严凤所讲的，周老师，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就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包括明天本来讲4100亿啦，或者是国民党要提了2300亿，就每个人补发1万，所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跟7月26号第一波的所有这些大罢免的投票，对，真的是这么息息相关的联动了吗？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这样子联动下去的话，那不只是蓝营哦，因为包括刚才刚是杨明还是小玉讲说，那朱立伦是也不想跟着黄国昌他们，因为那个鹰派这样子联动，因为黄国昌他们的立场，黄国昌直接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他说尊重国民党的一些决策，但是他们的立场不会改变，因为媒体上报道是小草也炸锅，小草也炸锅，国民党生来也炸，所有这些都炸锅，所以这些显然这些如果照刚严凤说的。真的是感受到了那个跟整个大罢免或是所有的基本盘都会开始松动，所以才这个样子吗？这个我想这个朱立伦他现在面临的，当然主要的压力还是在于第一个大罢免，他的不同意票到底吹不吹得出来？现在如果有刹车的状况，那就是代表真的他们内部认为这真的会伤害到不同意票的罢免，但何处惹尘埃？为什么会有一个消息涉及美国人？真的是4100亿的1500亿国土安全吗？安全，真的是这一块吗？为什么他不去谈国土安全？说哦哟，这个大家就在国土安全这边权益让他过，他却提到台电。
总是有一个逻辑连接。美国人台电1000亿有一个连接在这边。那实际上大家这个有在持续在追关税谈判，都知道，美国方面有要求台湾要采购美国的油以及气。如果这1000亿拿不到没有这1000亿，台电没办法，他势必要去采购比较便宜的油。他没办法去进美国油，会不会影响到现在整个的关税配套？所以话都讲得很妙啊！一开始讲都说，哎呀，我们等到关税具体条文出来。那为什么朱立伦忍不住了？他是不是有听到一些消息？这我们不得而知了哈。那为什么朱立伦忍不住了？他是不是有听到一些消息？这我们不得而知了哈。但是显然有一件事情，有一些背后的动因让他甘冒风险。当然，这是他冒这个风险算失败了哈，没过嘛。反而引起党内的一些风波，这第一点哈。好，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朱立伦同时要考虑大罢免，又要考虑到关税，又要考虑到美国人，他要考虑到的东西很多。他要考虑到小草或是白银的立场。对，就是他考虑到了很多，但在基层要被罢免蓝委，他只考虑到自己。当然，当然了，我只在意我的不同意票。台电要不要倒，关我什么事啊？我下个礼拜搞不就倒了，所以。现在的不是下礼拜了，要7月26才投票。26，下礼拜也有，搞不好就倒了。搞不好我就消失在政坛，什么关税都跟我没关系。所以大家的利益的出发点不一致。这个大家必须要先去弄清楚。但我韩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国民党在做这个，因为是昨天中常会的时候冒出来讲说，是可以那个来换嘛，然后换个4000亿，然后换这那。我刚讲那个决策过程的意思，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讲，不管以霸制霸啦，或所有那些东西，所有这些的作业的过程，难道不能细腻一点吗？这件事情，你想当然了嘛，你会知道这件事情丢出来以后，第一个会直接面对到的是那24席的，在第一波要面对要罢免那些委员。您刚刚讲的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啦。对。那我要面临到这些，你的所有的决策，不是跟三长讲一讲吧？对，那好歹也应该跟我们讲，因为三长里头，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到这些啊。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应该沟通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因为好像感觉上是昨天不公布，接下来，然后这个就来不及一样，没有啊。对，那为什么不能细腻一点呢？对，这个就是牵涉到，就是朱立伦是不是也有他的时间压力？他没办法等到关税出来之前，他就要抛这个出来。那其实我有问到一些委员，那些委员都说谁管你什么党团？那朱立伦党中央没有人管他。现在党团因为在风雨飘摇之际，所有的委员都觉得党团才是真正最大的。我们在第一线冲锋，你党中央啊，我们被罢免，你搞不好还赖在那边继续赖到9月呢。我们7月26都不见了呢。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现实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的这一局，就是这一个迟早要表决，这一个特别条例迟早要表决，表决下去之后。他会导向民进党要的方向，还是国民党要的方向？你说迟早要表决，我请问一下，是说26号以前会表决吗？因为迟早要表，如果有过26关税出来就要表决了。关税好，对，这关税，因为大家都在等关税嘛。本来在讲说就是照时间算，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会不会出来？反正出来的第二波也没有我们，大家就还在等。但博宇，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因为对你们来，你看如果说是昨天国民党中常会朱立伦主席讲那个。其实美国要公布第二波的关税，大概时间点应该是落在昨天的晚上左右，差不多。要寄信了。对，他公布以后也没有我们。可是你说那个时间差，那国民党也没有道理是在昨天下午就先讲这个啊。你要等关税，你也等晚上以后，那没有，那要不要再等？或是出来以后，结果后来你是下午，你怎么知道晚上的关税没有我们或出来是多少？为什么要这么急？那个沟通，尤其国民党跟那24个委员的沟通。所以我还是觉得是错误解读吧，要不然的确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蓝营跟在野党的共同方向。是，对，就是对于台电的1000亿就是删掉，除非你有特别讲出来，有特别的内部细部，我们再来讨论。OK， 所以为什么会传出来说好像要让步，跟民进党的绑在一起，跟普发绑在一起？老实讲这个部分，我说真的，如果真的是党中央有想法，而没有跟立院党团沟通的话，我个人觉得不妥了。我觉得真的不妥了。因为这个是立法院之前我一直在争取的东西，就后面突然跟我说，
退让，那我前面那些我到底要怎么交代这个议题嘛？所以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党中央跟立院党团有一些可能不晓得是太忙，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要再发生。就算是错误解读也罢，也不要再发生这种错误解读的事情。因为随着7月26号越来越近，任何的一个政策、任何一个方向，可能都会造成最后结果的改变。而且尤其是党中央如果跟立院党团不同步的话，太容易被对手见缝插针。刚才讲那个，因为它牵扯到跟白银之间的关系。蓝营不是一直寄望白银所有的人能够支持黄国昌7月20号还要在民进党党部前面的抗议啊，所有这些显然也是要告诉蓝营，我已经帮到，我把所有的气势都吹到最高了，我都已经在民进党的党部前面办这些了。结果我们讲好的政策，如果是这个样的话，你们崩一个那个出来，你也跟我交代一下吧，要不然我怎么跟所有的小草啦、葱啊这些交代这些？这牵扯到不是单一的一个人或是一个政党而已啊。坦白讲哦，他们在立法院哦，你说真的要合作，这个部分，他人数碾压就直接过去了啊。对啊，对，真的硬过。我认为就是说。国民党其实也是吃定民众党啦，反正基本上就是说民众党每次在不赞成的时候，他就是弃权，反正你52个也大过51个，再加2个吧。对，因为民众党不会去，因为民众党不可能去投赞成，或是就是只要民进党投什么，他不可能投民进党，反正他就算再怎么样不赞成，他就是投就是弃权，就弃权嘛，反正他就吃定你嘛，所以我干嘛跟你沟通？对，我就吃定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啦。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比较有趣，最近2个点啊，就是说我跟国民党的朋友聊。他们是真心的认为说这是大罢免很稳。现在大概我是认真的，我认真的，你是认真的吗？我不是反串，我不是反串，在此我也分2种，稳死也是稳那一种，绝对不是稳过光，好不好？再讲清楚，对，你可能误解了。我在那边明确的讲，我今天问到他们就是估算3个，然后就是第3阶段就罢3个，哪3个？黄建斌台东，然后牛许庭，然后再加一个叶元之。可是叶元之昨天我知道他坐在这了。可是叶元之就是也有国民党朋友跟我说，他看到民调说叶元之救回来了。对，所以现在就剩下2个。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黄建斌当然是因为这个结构的问题啊。但是牛许庭，对，牛许庭，所以难怪蒋万安也要直接去救牛许庭。然后蓝营现在重兵抢救许庭大兵，对，然后全部重兵都要去救牛许庭。对你还记得就是说大家印象深刻吗？就是那个韩国瑜先去，然后昨天是蒋万安先去，然后在前几天这个我们友台也做了一个民调，6个这个桃园的立委危险就是牛许庭。我问到一个有趣的事哦，就是牛许庭他自己有做民调，结果他有拿去，我忘记是问党中央还是问国民党朋友，就是说，那民调那也长干那样，就是跟他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民调做出来也是对他来讲是不好的。对，那他自己本人有吓一跳。对，所以你看他最近真的非常认真。你知道博弈为什么这样？你讲说那个你自己问过蓝营的人说什么选情罢免选情比较稳，博弈为什么会这么紧张？要赶快讲，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反正讲稳的，对，那后面都会我理解啦，我理解啦，他觉得你在反转，他一定会这样觉得啊。我当然理解啊，相当不乐观。那你是真的看到那些，然后包括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有跟朋友的，他们都有看到民调，就有看到民调，所以他才跟我讲说叶元之的他很认真跟我讲说，我跟你说叶元之的民调救回来了。对他这样跟我认真呢。不会，你们现在这么乐观？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真的没看到。郭正亮可能有看到，所以说叶元之提供阿健救回来了。不过我老讲啦，这个东西没有到开票，没有人知道答案。那当然，这一定是对，因为很多民调常常出现乐观，但是最后他没有实际出来那个动力，那结果都是一场空啦。所以不出来投票，不管现在民调多乐观，最后结果都一定是不好。那我讲回来了，危险，就是说好，那你，所以我就觉得说又印证啊，所以说为什么国民党这么扣谁就不用理小黄，不用理白银啊，不用理白银啊，对啊，不用理白银啊。小黄是傅昆萁叫的好吗？那这是一个啦。那第2个，我觉得这个民众党相对有趣嘛，他不是7月20号要去这个民进党中央这边叫板嘛？对啊。他的主轴，我记得他的主轴是摆说什么民主起义呀，而且他学乖了，他是下午4点钟。不要3点吗？不要3点，对，太热了。那我们就是当然期待黄国昌，你就是不管是阿苗说的哈，不要只带
不要只带那个吐司，而且你也知道，他们都带芭乐啊，请中央要带一下梅子粉。好了，总而言之，但是他这一次是他们主办，而且他们是约国民党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带吐司，国民党你带烤肉，你带肉来。但我觉得很好笑的是说，国民党民众党说这个7月20号下午4点要去民进党这边抗议嘛，但是他的主轴是要反霸要赢，台湾要赢。不要忘记民众党第一个现在没有要罢免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要罢嘛，他们是823的公投对啊，可是823公投变他的小标题嘞，他基本上昨天完全都没有提到823要公投这件事情，他现在反而一直在宣传说要反霸，看起来他现在是觉得自己是大哥，然后要邀国民党来加入。我就觉得说现在已经是整个反客为主的一个概念嘞。所以我觉得说那民众党朋友，你们知道你们现在主轴是什么？不好意思你们自己还有一个823的这个核三公投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我下面讲的这一段呢，不涉及到任何政治上面的立场。那基本上因为刚才来宾前面都提到台电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人当然都应该对台电人致敬，因为你看到所有在风雨，我讲有几个，其实当然这几天很遗憾也发生了一些永消一些的憾事，在每一次发生危险的时候，你看到就人家形容像消防队员或者什么这些，就是当你往外跑的时候，只有他们在往里面冲，因为他去包括救火救灾。台电人呢，就是当发生任何风雨灾情的时候，你躲在家里面。刚才的那几张画面，还有荧幕上面的画面，各位那个救灾的过程是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风雨的时候他要去抢救，他爬在那个柱子上面的时候，他可能出现这些事。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如果中间的内容有一点点不够精确的话，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指正。台电人这个精神是一路从最早好，不管你要讲。日本在台湾那个时候，你要叫日据时代，你要叫日本治台时代都无所谓。那日本那时候对台湾的电力设施一些基础设施确实有做一些。那个时候呢，当民国34年1945年的时候，抗战结束以后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打赢了嘛。打赢了以后呢，来接收台湾的那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对于他们的基础设施，平心而论是骄傲的，他们觉得他们确实做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日本人因为战后他们要遣返回去。战后遣返回去的时候，来交接的，我印象中孙运璇先生好像是台电总工程师吧，然后孙运璇先生就带人来接收台电的这些日本人，那个时候撂了一句话，说日本人离开台湾，台湾从此一片黑暗。那是日本人撂下来的话。日本人那个时候撂了一句话，说日本人离开台湾，台湾从此一片黑暗。那是日本人撂下来的话。孙运璇接台电总工程师，然后带着一些，包括那时候有一些学生跟台电人，然后直接接了以后，然后孙运璇就说，日本人走的那天，我让台湾绝对不会一片黑暗。那时候大概中间交接的过程大概个把月左右吧，详细的时间我不是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全台湾弄。你可以想象得到，日本的那些工程人员离开的时候，台湾是有电的 ，OK？ 那个时候冒了所有的，包括不管再怎么苦，就是让台湾要有电。那撑下来的是一股精神，就是我不会让别人瞧不起。后来在每一次风雨的时候，你看到所有台电人抢救的这些，你只能说台电人的精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刚刚讲这段不涉及到任何政治立场，也没有说对未来大家各自要表决的东西有任何一些的想法，只是你看到这些，你真的是会觉得感动 ，OK？ 那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刚刚讲你发生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有很多，包括这次的风灾，包括刚讲到连中间救灾的过程，或4100亿。然后包括2300亿，所有这些对于26号投票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好，那这个显然从刚来宾的论证当中，多多少少是会出现一些影响嘛。好，那他就回到另外一个，就是各自阵营里面，当这些客观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要想办法。好，你说要去补救，要去预防，要去做什么？可是，在主观上面，各阵营总是可以摆开自己的架势吧。譬如刚刚讲到刘许婷了，说韩国瑜去了，说蒋万安去了。那是不是这一席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有危险，然后一定要这样救？但是另外一方面，大规模军团作战来看，我先问，包括媒体上讲，礼拜六，
秃子燕子，秃子燕子再度合体，对，而且这一次领军看起来军容壮盛，然后包括人非常多，媒体上形容要有大概5000个人或什么，当然一定也有黄国昌，是，所以你们这一次在台中这一席的话，看起来对你们来说是觉得是重中之重的一席。我个人觉得，其实每一席都是重中之重了，因为你说假设台中的立委出事，对卢秀燕市长接下来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会。OK， 台北市如果立委出事了，对于蒋万安市长接下来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会。OK， 甚至新北市，你说不管侯友宜市长他接下来干嘛，或者是说有没有新的人想要来接选新北市市长，都会有影响。所以接下来不只是这礼拜6，包括还有7月19号，还有接下来的选前之夜7月25号，我所了解到的都是蓝营，都是全部精锐进出来。原则上你只要能够数得出名号的，能够代表一些蓝营有一些他的一些身份的，通通都会出来为这个反大罢免来做加持。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因为对于蓝营而言，如果7月26号真的没有挡下来的话，那后续恐怕会这个恶性的这个雪球会越来越大。对于蓝营而言，你说包括接下来会不会有4阶段？那你要怎么选？不，3阶段完，如果要是有什么被罢掉，当然就要到4阶段。对，这个4阶段你接下来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提名谁或等等的问题。4阶段完之后，到了明年，那县市首长要选举，县市议员要选举，问题会非常非常多。不会像赖世宝被罢了，你就可以了。又来了，对，对，我刚好利用这节目讲一下好了。对，就是对我而言非常支持所有蓝营的立法委员，不管是赖世宝委员还是罗志祥委员，只要在我的选区。OK。我认为他们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被罢免，但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任何的意外，我也不会来参加补选。OK， 不会 ，OK， 我就是全力支持他。OK， 也许我未来会对于立法委员这个职务有所追求，但是不会在这次罢免，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态度，代表我们团结在一起了。不要被人家好像老是说，好像我们市员都不努力啊，然后让着这个立法委员看他落马之后，我就要骑马上去。所以你真的有感受到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好了，你们的解读那叫见缝插针或者真的有人会用这样一些方式？好多，除了真的吗？很多啊，大团都已经说张文山值得更好的立委。真的，对，真的，那你们不是每一个议员，那你们干脆就挑一个时间，所有的市议员全部都出来站一排，就告诉所有的人讲说，这次的补选，你们不这样也不对。那万一要是有哪一个地方真的怎么样的话，那怎么办？那只要有人上，所以我只能代表我发言了。OK， 其他还是很多有志之士。我博弈的意思就是他这样，但是别人不会站出来。我觉得每个想法不一样啊。不过，但你要表态就对了。我表态，而且我必须要讲，就我所知道，之前我都讲过，蓝营的民意代表，尤其市议员，不管哪一个县市，对于那个选区可能会被罢免的蓝营的立法委员，都非常的竭尽全力。因为就算不是为了党部或者是整个团结也罢，明年的2026，如果气势真的出问题了，那自己的选举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真的非常努力，也非常尽力的来捍卫我们的立法委员。但是我不知道说，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乐观的本钱，真的没有嘛？你票没有投出来，就是悲观，就是不安嘛。那怎么让我们的支持者愿意走出来？党中央接下来态度跟所有蓝营的民意代表的态度是否能够一致？我觉得变得非常重要。OK， 要不然你说有讲法不一样，或者步调不一样，或甚至接下来的方向不一样，那对于支持者愿意出来投票那个信念都是打击啊。所以现在我的确要说，在地方上跑的时候，对于反罢免的这个态度又比之前好很多，是真的。以往他不想管嘛，连我是蓝营的选区，他都不想问你反罢免的事情。现在的确会有我们支持者会出来，不只是问时间，还会问地点，还会问说需要在意的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可是我跟大家报告，票没有投出来不会知道答案，所以最后只有让我们团结一致，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重新感受到蓝营立委的团结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觉得在7月26才能够获胜。有没有你自己在地方跑那个感觉呢？那博弈刚刚讲，因为我听到好几位国民党的一些代表在节目讲说，他们感觉到那个反罢的气势好像要起来。你自己在地方跑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因为长期来，尤其第1阶、第2阶、2阶过的时候，其实平心而论，对罢团来讲算是士气如虹，因为31-0。你很难想象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就讲说，不是2阶过就赢嘛，3阶、4阶以后才是最后的确定嘛。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民进党跟罢团现在这些合作，然后这合作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感受上面，刚才讲说，像这个礼拜6、礼拜天，国民党现在大概每个礼拜6、礼拜天都有一些大型的像这样，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对你们不管是民进党跟罢团，现在是跟罢团同行嘛，那你们呢未来是怎么样？
其实现在国民党他们的支持者的投票意愿确实是有提升的。OK， 好，因为在过去这1-2个月，他们铺天盖地的这个宣传嘛，因为罢团其实他们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像就我所知，比如说罢免王宏威、徐巧芯，在台北市的，他们有很多文宣，其实真的都非常的缺乏。那看板啊、布条啊，其实那个悬挂的数字对比都非常的。就是悬殊啦哈，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徐巧芯跟王宏威啊，尤其是他们2位，其实王宏威在今年5月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图哦，你把这个换成王宏威的文宣，就是王宏威5月的时候，那这个是徐巧芯的，好，他是在昨天，然后被人家拍到，这个是在他们的傅盛里的公告栏里面哦，就放着徐巧芯他去送苹果，好。然后还有小点心，那他就把张维源跟议长戴喜清的照片，当然也放上去。那其实这个就会当然被人家怀疑说，哎，你是用里办公处这个场地，而且又是里长的布告栏。其实，区公所有很明定说，你这个布告栏基本上都是要宣传一些就是市政府相关的事项或里长办的活动。那你结果你大剌剌的把它放在里面。更讽刺的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今年啊。6月23号的时候，民政局也有发函给我们的区公所跟里办公室，告诉他们什么？说这个里民办这个活动场所，当然就包含了里办公处嘛，哈，不得作为罢免或特定公民投票的正反立场活动或使用，或者是张贴相关的广告。那我要讲的是说，你台北市的民政局你发了这个公文，但是你看到徐巧芯跟王宏威国民党的立委又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今天给我的说法竟然说这个是公益活动，跟罢免没有关系，真的是如此吗？我觉得李明看到为什么会去检举，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看到就是跟罢免有关嘛，不然你徐巧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发东西，发苹果又发点心，之前又去办了一些活动，都是在里办公处或者是区民活动中心。所以我讲所谓的行政不中立的这件事情，是现在很多台北市市民是有感的。第二个，刚刚有讲说，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啊，到底危险还是不危险？我觉得有一个指标，就是看蒋万安去哪里。蒋万安去哪个立委哈，就代表那个立委很危险，是吗？果然50都很危险。为什么这样子讲哈？因为像我们有选举经验都知道，第一个蒋万安其实他已经算是国民党现在能够有辅选能力，全国知名度的形象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其他候选人好嘛，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要去？一定是这一个蓝委觉得他自己很危险的嘛。所以呢，你看到他现在帮谁站台？当然台北市不用讲啦，哈，牛许婷。甚至还去新竹帮高虹安跟郑正乾，对不对？有可能接下来还会往台中，甚至再往云林走。但是我想，蒋万安你自己要知道，你是台北市的市长，即使你做了一件衣服，想要规避，好，就是公职人员，我比较大，我比较大，我比较大，你比较大，对 ，OK， 我不同意。他这个其实是太小张，对，这个但是我的是说他帮很多人站台了，对，所以就是说他那个是一个投机的做法嘛，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说，就选爸爸有相关的规定，你是市长的身份。那有一个状况，其实你这个有时候不一定是加分呐，因为你看板挂那么多，很多台北市的市民可能会觉得说，你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做的安内里里拉拉，之前我们市状运也好，或者有很多台北市你现在执政2年半，你又做不出成绩来，然后你每次施政满意度之前不是倒数第1名6都啦，不是倒数第1就是倒数第2，结果你现在又正事不做，你讲说要做正事嘛，结果你自己是台北市长，你却正事不做。然后光是刚刚一直在讲台风，对不对？这一次水门要开还是要关？要通知人家移车，然后结果让很多的民众在那边白做工，很多人就会有民怨嘛。所以你越去声援这个反罢免，其实对蒋万安来说，他有可能在台北市对很多真正的台北市的选民或中间选民看的反而是更厌恶的。严凤刚刚讲，来，杨明，请问一下，第一个，对了，蒋万安是一个指标嘛？他到哪个地方，或你自己，你会观察很多一些的地方。小玉刚刚讲出来，有听到国民党的人讲说，现在只有3席什么？你自己，包括你自己收集到的一些资讯啦，到底会是怎么样？第二，国民党这2天推出了一支的广告，
那里面摆明了诉求就是什么选书翻桌，很明显是要诉求这一点。这个诉求能够在整个大战打的过程当中，能够帮他们在这个方面能够吹起他们支持者的一些的热情吗？刑法100条就是当老柯讲到刑法100条这些的时候，那个氛围你感觉会怎么样？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讲朱立伦的那个今天叫急转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连你的支持者都对你有疑虑的时候，对罢免是最不利的。因为这一群人的投票动能理论上最强。当然，那你要去讲说啊，我要争取中间的啦，怎么样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连罢免7月20日要投票，他根本都不关心。这种所谓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你要期待他去投这张票，你要花的功力可能不是1颗苹果、2颗苹果能解决的。那讲到这个危险区刚刚小玉点3个嘛。其中有一个我必须说他很危险，谁？黄建斌，台东。为什么？对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昨天晚上被诈骗集团盗用他的 LINE， 还传讯息来跟我借钱。这跟罢免有什么关系？对啊，这跟罢免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现在还变成诈骗集团去骗钱呐！昨天晚上表示知名度提高不少。昨天晚上11点，不是不是啊，这个叫做狼狈睡觉。还问你说睡了没？我你看那个，因为他马上把我封锁，因为我把它辨识出来，他就这个显示不出来。但是你看，他问我睡了没？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有办法可以转账吗？什么帮个忙？哇！那时候我看到我直觉我知道这是诈骗，我想说他被盗账，我赶快打电话，我先打手机给他，他一接他说你也接到诈骗讯息真的他已经报案了。OK， 黄委员已经去报案了。OK， 但我说像这种事情对他的仇恨值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这很冤枉啊。对，这很冤枉啊。可是真的有人会借钱哦。这个我跟你说，以前有立委被诈骗讯息就骗到了，立委之间以前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正因为他是立委，如果今天有人因为他说临时调个10万，有些朋友搞不好他就信了，他就直接传了这样子。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事情，因为黄建斌他的真正的困境是在于说，因为台东他的得票率就他是去年立委选举全国最低。对。所以他在这一个部分，他确实有劣势。可是呢，台东他到底会不会危险？老实说，我觉得都危险。现在国民党就我的了解是，没有一区他们敢说乐观。因为2个门槛，一个叫做25%，一个叫做不同意要大于同意嘛，就是你要否决嘛。那对于蓝营来讲，25%不是超支在即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可是你要吹出不同意大于同意，目前多数的选区都说很困难。因为投票动能不足，甚至。即便到了现在距离投票剩2个多礼拜，还有蓝营的支持者说：“我支持叶元之，那我应该投同意啊，我同意他。”街访有媒体去街访他说我会投同意，他说为什么？因为我支持叶元之。他说那个主持人说：“不是，同意的话你那个同意是罢免他他说我支持他，我同意他。”你看。OK， 那个是喜欢他的所以我说这是不是危机？这对蓝军来讲绝对是大危机。所以我说这整个看起来现阶段其实最好的处理方法，当然为什么会要办很多的座谈？为什么会要不断的造势？就是要告诉他们不同意。所以蒋万安那件 T 恤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我是不同意的，他是在告诉大家怎么投票。那我们刚刚提到，比如说像小牛，小牛不只是蒋万安到处去已经跨县市了。下礼拜18号，那个馆长跟黄国昌也要去他的选区。OK， 因为他在他的选区一个叫有林口那一个部分，就是龟山有一块跟林口很接近，那是馆长的大本营。他的选区一个叫有林口那一个部分，就是龟山有一块跟林口很接近，那是馆长的大本营而且那边其实就是比较非传统选民，就是比较是年轻的这种所谓的北漂族。那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借由这样子就所谓的蓝白的合流啦。对于国民党来讲，你能多1张白银的票支持，你就少1分被罢免的风险。这就是他们现在的逻辑嘛。可是呢，如果今天党中央一直在做什么我要跟什么黄国昌各走各的怎么样的，这自寻死路嘛。所以明天像比如说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题目，明天他们基本上不会处理那个特别条例。可是呢，他们现在有党内有一个氛围是说，应该把能源这个议题去跟8月23号的河山野役公投绑在一起。
那到时候用核三研议公投的名义来去决定要不要拨补台电。OK， 但如果真的讲两大阵营之间，大家各自，我想是第一个，你看到包括韩国瑜跟黄国昌，对了，从仁中吕布之后，大家一路就在观察他们两个，连黄国昌主席在那个质询那个包括大法官提名的那些过程当中，跟韩国瑜院长讲那些话也被拿出来解读。是。那刚才如果照刚才杨明讲的话，蓝白之间的合作，对蓝营的很多面临到被罢免委员多一票就是一票，那真的能够做到这么合作无间吗？绿营这个地方，包括绿营跟霸团之间绿营有一个五一战队嘛，那似乎也锁定桃园，刚讲到牛许庭这个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桃园真的现在已经变成兵家必争之地了吗？我们先从牛许庭讲过去了。其实这个从牛许庭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比涂全集还危急？对啊，那时候不都讲涂全集得票，赢的是最少的，他的选票格局不会比黄建斌要好到哪里去。可是涂全集呢，他就是比较低调嘛，会不会让人家忘了说，哎呦，对我们杨梅还有投票呢？7月26号，但是牛许庭话多这件事情绝对是他的特色。那你话多就算了，话还油了一点就他讲话就是用了太多的形容词，有时候负面的。注意一下各区里面被我们视为是，比如说罗廷伟，刘许庭，这种都是本来都是比较淡的区域，但是因为你比较特别，相对其他的不能讲的竞争者，其他党内同志相对话多你讲话的那种态度什么，让人家觉得有点油。就意外成为标杆。好，牛许庭会危险，其实第一个还是牵涉到他那边区的霸团的确非常厉害他们甚至还厉害到可以分裂，分两组在那边罢免他。但是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牛许庭他昨天还前天他还第一次召集所有选区议员来帮他站而且还不是所有人都到。好，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是必须问的，只剩14天，你现在选区议员才开始帮你站。来得及吗？蒋万安来会不会是这些人愿意来的原因？当然有可能。大家是卖村长，当然是一定会卖蒋万，就张江村一定会卖蒋万安面子嘛。但是来了之后，是不是能够同心的在基层动员来支持你？这是国民党现在第一个大的疑问，就是委员如何去动到议员，议员如何去配合委员，怎么样去把大家手中比较熟的里长凑一凑。大家在7月26号那天把人动出来，因为今天我们也都还在讨论国民党就算有提升，还是没有民进党那种仇恨值出来投票的比例那么高啦，还是有一些差距啦就是这个差距最后要怎么补满，大家都很伤脑筋。所以国民党会想到谁黄国昌嘛，我们的票就流过去了嘛，深蓝很喜欢他嘛，所以搞定黄国昌每一场都来，那就能够产生具体的效应了。可是大家也不难发现，民众党自办的场子都不好看，人数都不是很多。自从丁姑之以来，就感觉就11那一天以来已经过了大半年了，都是只有200-300人的场子。这对于国民党人来说，他自己心里也会有点怕。就是说我待你如上宾，希望你能带一半的兵马。我们国民党民调大概10几%吧，民众党也有个10%吧。应该至少也有个70%的力量吧，可是到现场的小草有这样，有个7%就不错了。这就是现在最现实的。黄国昌他并没有真正动员人出来投票的实际能力，但是黄国昌一定会非常的亮。为什么？他随时有动员产生新闻议题的能力。就像今天在问那个大法官，就是问司法院长，对，他那司法院长今天也被大家拿出来做文章嘛，他觉得院长的候选人讲话的节奏太慢了，他请韩国瑜出来主持公道，可是韩国瑜出来说，我觉得可以这个节奏还是 OK， 节奏还可以这个节奏他觉得是 OK 的。黄国昌吞回去，大家立刻解读了，黄国昌不敢违逆韩国瑜，韩国瑜做出决定，黄国昌都吞，是不是代表在接下来如果有意外，傅昆萁挂掉之后，党团3长甚至都掰掉之后，立院的核心会变成韩国瑜，所以黄国昌要提前建立一个韩黄体制。那当然这也牵涉到之前的吕布说嘛，这个吕布说其实对那个黄国昌是某种程度上是很大的伤害特别因为其实并不是吕布啦，重点还是那个66度的鞠躬，那个还拍手还66度鞠躬，在 Threads 上他真的太好散播了，又促成了一个什么事情？大家看到这个事情讨厌黄国昌自己，他想到是什么？
黄国昌、韩国瑜、国民党，所以大罢免还有在走哦。这件事情又在串起来，也就是说他会刺激同意票。黄国昌一直这么显眼，就一直会有人会注意到，对726要投票，因为我就是讨厌黄国昌。这些国民党立委要罢免，就是因为他是黄国昌同路人。这个东西又在串起来了，所以到底怎么处理黄国昌议题，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两面刃。国民党如果把他让他在台上冲得太高，有时候小冲小吵不见得多，多冲出来的很可能是同意票。OK， 对，其实黄国昌他永远就是说比做还多啦，然后作秀不做事嘛。为什么这样子讲哦？其实这个他号召7月20号要去我们民进党中央前面办造势，对我们来说，我个人我觉得不是坏事，因为这个刚好可以凸显蓝白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你看如果他说要号召国民党也来动员来参加这个活动，其实黄国昌就是在干嘛？他其实也害怕他怕说我办这场活动，到时候现场没人啊。他现在只是在打预防针而已啊，对不对？如果他现在7月5号上个礼拜，其实国民党也在市府路前面才刚办过啊，那就被人家讲说，你整个国民党泱泱大党办一个活动，结果现场没什么人，3000人都没有。台北市有超过蓝加白超过30个议员，然后有5个立委，结果动不到3000人。那你现在黄国昌跑去民进党中央前面说要办，国民党可能也在看啊，好啊，你就搞啊，你现在是不是故意在酸我？说我7月5号那个办的没人，他现在既然讲说还要叫我们国民党动员，博弈坐在这边，他有可能去帮他动员吗？你自己的场你都没动员的，对不对？你会不会动员人去黄国昌？ 7月找黄国昌？不会啊。对啊，这我确定的。是嘛？所以国民党怎么可能说去动员去参加黄国昌的活动呢？绝对不可能的。好，这个就是他们的矛盾。第二个，黄国昌他要什么？他就只想要在这一场大罢免里面，他留下记录啊。他就是说，你国民党我是有挺你们的，我也办活动哦，但是多少人那个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啊，而且我叫你们来参加是你们不来参加的啊，怎么话他都有话讲嘛，所以黄国昌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他还是为了他个人的声量，他是为了他们民众党，他绝对不是为了国民党。如果袁凤刚讲不会，就顺着往下走，那对你们来讲，蓝白对很多国民党的面临到被罢委员来讲非常重要嘛，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常常都讲江湖走跳要还的。现在黄国昌都已经表态成这样，人家民党党部前面都去了。一般来讲，有些人解读会觉得这是比较挑衅的一个做法，到人家党部去，为了你们蓝营要被罢的委员，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那接下来呢？如果有地方万一要是有人被罢掉，补选的时候人选要不要谈一下？2026不管县市首长、议员的席次要不要来谈一下？那更不要提到2028，大家想象中的有人会想说会不会有什么配，要不要来谈一下？我觉得政治是现实的，结果来说话。7月26号看罢免的状况怎么样？如果挡得下来，我必须要讲，蓝营势必得对白营做出很客气的一些，不管是沟通也好，或者是礼让也好，因为不管如何，结果是好的，我们不能够说白营没有努力过。但如果结果是不好的，那我只能说蓝白各自努力啊。接下来的问题会非常大，因为明年的县市首长包括市议员选举，你民众党也是有派人参选的。如果整个在党状况都很低迷的话，受重创的不是只有国民党啊，民众党一样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我当然希望，我们也期待黄国昌主席，包括所有民众党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全力的来支持跟帮助所有蓝营的立法委员。但是最后必须还是要看结果，因为毕竟这是现实的。如果结果真的不好，我就算想要跟你谈，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嘛，因为整个都已经被执政党打挂了。那请问一下，我们在野党，我蓝营还能够给你民众党什么帮助吗？所以必须要选赢，才有后续的，不管是合作也好，沟通也罢。如果选败了，我觉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那请问一下，我们讲这次看起来国民党的陆战精锐尽出，因为每一个人面临到自己要被罢。你刚才盛获在节目里面公开表态说，你绝对不会在这一次补选，这个也是表示力挺的一个动作，也就是陆战，你们所有的大概都精锐尽出。党中央在前2天推的那支广告，大概在所有的战争理论上，应该是党中央算是后面的重炮部队，是终于出了一支广告。那个广告摆明了说是选书翻桌。那民党发言人吴峥他们回话就是讲，是你们先用立法去瘫痪行政，要把政府整个搞挂，要把中华民国都搞挂，所以才会面临这样一些结果。你们会怎么回应？我觉得非常单纯啊。
老实讲，现在的状况，中间选民原则上对于7月26号剩下这10多天而言，他的想法，我估计已经改变不了太多了。就是比较偏向蓝营的跟比较偏向绿营的，原则上都已经有定见了，因为选举剩下没有多少天了，所以在选举剩下最后的10多天的这个状况里面，我相信对于一般的选举人而言，我个人在别的节目都讲过很多次，不要犯错，就这么简单。因为当你只要出错了，你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反效果，会让原本支持你的人都不出来投票，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蓝营现在状况跟方向，我个人觉得非常单纯。就是全力的让我们的支持者愿意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这已经非常重要了。当然，绿营的人一定会有他们的解读，包括罢团的人一定有他们的解读，而他们的解读，老讲原则上也不是在洗什么蓝营的人或者中间选民的，主要是也是要稳固住他们的支持罢免的人他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蓝营跟绿营除了空战会交战之外，陆战非常重要，因为当你有握过一双手，尤其是我是被罢免的人，如果我到地方上跟你挥了一手，跟你握了个手。我相信对于那个仇恨值或者是想要罢免的心会大幅的下降。那接下来我觉得不要犯错，然后该要把自己的论述讲清楚，最后的结果跟最后的胜负还是在于投票率。那接下来我觉得不要犯错，然后该要把自己的论述讲清楚，最后的结果跟最后的胜负还是在于投票率。OK， 来一下。那个博弈刚才讲到最后的结果，选票上面不会写民众党投的还是国民党投的。当然了。所以同意不同意，你不能用最后的结果来看说谁尽的力气比较大，所以你永远怪不到黄国昌身上。我已经帮你办场了，你还要讲我的人又不会被罢。好，这个我先讲完。所以第二个，好或不好，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场绝对不同。这不是我说的，钟小平说的。钟小平刚才在跟我节目同台的时候说啊，现在整个民众党叫做1分反罢，2分抗绿，7分发展自己嘛。我都常常在讲啊，国民党被罢的越多，我黄国昌能换的筹码越多嘛。1席国民党被罢，我就可以谈；3席被罢，我就更谈更多嘛。10席被罢，我谈的就无限的想象能力了嘛。我席次只要民众党多了2席，我这黄国昌的主席对民众党有贡献啊。我当然做得稳稳的，接下来就可以更谈我的立委席次都可以跟你国民党比拼的时候，我县市长当然可以换得更多嘛。所以国民党的利益跟民众党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为什么在钟小平眼中叫做1分反罢，2分抗绿，7分发展自己嘛？那回过头来，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我觉得策略上的不同，导致现在现况的不同。民进党是什么？是先由公民罢团。你可以说公民罢团以前都投给民进党不重要，但是这些公民罢团，你看到哪一个是民进党人都不是嘛？他们从公民罢团影响到民进党的支持者，再影响到党公职嘛。我就讲他们最近办的一个活动，叫勇卡团啊，直接用走的365公里耶。这些人哪一个是民进党人？没有，也民进党人。但是所有民进党人看到他们走的变香灯脚，在那边欢呼。所有党公职人都要设加油站，因为我的支持者都站出来做香灯脚的，我的党公职要不要设加油站？当然要设加油站。这个从由下而上，所以党公职跟赖清德都必须支持这个公民力量。国民党相反，国民党是从党中央，从以罢制罢都从党中央下去，叫不动。包含这次台电的预算也是一样，叫不动。然后呢，蓝营深蓝的部分就会反弹。因为他们现在唯一可以听到就是愿意出来投票的人叫深蓝的人，深蓝人出来反弹的时候，你们就对于自己的政策缩手了。我说真的，朱立伦用所谓的那个台电的预算1000亿来换所谓的1人1万块，是合理的一个战略交换哦。但是为什么深蓝人听不进去？因为他不觉得不应该交换啊。但是你们要为深蓝人绑架吗？不是发了1万块，台电也有补贴，对全民都好吗？不管是你拿1万块，或者是未来我电价不会受涨，大家都有利，为什么会被深蓝绑架？这才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
最后我要讲席次的问题，席次我的估算是1.65倍，是最低的连署数乘以1.65倍。为什么呢？因为谢国良叫做1.65倍的乘数，谢国良那时候被柯文哲救了嘛？为什么？因为大家没有去讨论，都在讨论柯案，没有去讨论谢国良的罢免案，所以他只开出1.65倍。如果光是1.65倍，最低的都有8席，150%以上的连署数的人都会有过25%的门槛。那剩下就是看国民党怎么动员他们的支持者嘛。那另外，如果算到1.8倍，就有12席；如果算到2倍，算到所谓的韩国瑜的2.2倍。我跟你讲，20席都会过25%的门槛。我觉得公民罢团跟民进党只要达到25%的门槛，剩下的我觉得你不能怪民进党或公民罢团不努力，因为这表示国民党很努力的动员嘛。那在超之于在对方的时候，我们不可控。但是如果有这么高的席次，有可能过25%的时候，国民党的动员危机就会出现嘛。包含我一直说，傅昆萁他必须动员出68000票里面的90%出来投票，他才有可能高于所谓的同意票嘛。所以傅昆萁为什么现在的危机感那么强，就可见一斑。OK，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我不晓得民众党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如果民众党的想法是跟义山老师讲的一样，有想要趁火打劫国民党的这种意图的话，那我跟各位报告，那民众党未来就是没有的。因为很简单，当国民党被击败的话，那些所谓的立委空额，不要说国民党选不上了啦，你民众党是有机会吗？通通都没有机会的啦。所以如果民众党未来希望跟蓝营有更好的合作空间，这一战7月20号只有获胜，没有什么别的好讲。因为如果被歼灭了，被歼灭的不是只有国民党而已，白营也不行。所以我还是希望，我相信他们也是有政治智慧，未来他们也一定希望他们的政治路能够越走越宽。而怎么越走越宽？我认为7月26就是第一站，也是在野党合作的第一站。如果这一站都没办法打出一个漂亮的战绩，那接下来合作，我觉得都不需要再谈。OK， 小玉，博弈我讲一下哦，黄国昌啊，他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民众党没有资格去参加补选立委，或者是未来的2026年的县市长的选举。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像我的选区士林北投那时候罢免吴思瑶的时候，黄国昌第一时间马上就跳出来说，我们黄进营就是现在的台北市议员嘛，他说他未来不仅仅是这个市议员的啊，他可以更上一层楼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吴思瑶当时被罢掉的话，他们黄进营就已经可以准备好了，那代表就是合作成功了嘛？没有，才有所谓合作空间嘛。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说黄国昌永远就是说的比做的还多？你光是看北投的这个联署就好，他不是也是在最后1个礼拜的时候跟赖以任合体吗？说什么要号召民众党的党员全部都要出来签联署书吗？我就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多少？没有过啊！而且他们连黄进营到底交出多少的联署书都不敢讲，也不敢公布啊。那所以我就说，黄国昌从头到尾就只是在蹭蓝营跟蹭这一场大罢免，企图的是什么？第一个维持他们自己民众党的热度，第二个就是想的一定是2026的跟2028的选举嘛，不然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叫徐府说要去选松信这件事情会放出消息来？伟航先回应，等一下博弈再一次回应，来伟航。对我在过去时代力量看黄国昌凭空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要听。是，他经常会有严重的超估了，就他的人可能只有1-2千票的实力，他会给你估到1万，所以他对于所谓这个人他能够选什么位阶，他经常会有一些这奇思异想，所以党外就会觉得说，徐府直接去选立委 OK 吗？的时候，他会觉得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他那边搞不好有3-4万票，就算国民党来选的话，搞不好也不会拼输国民党啊。他真的会这样想，那这是我们跟他过去的互动的经验。所以这个就诚如过去都有传言嘛，如果补选超过4席，这民众党就是会要1席不然他就会到处提。我会觉得我的人也很优秀啊，我为什么我不能在那边选？我今天派一个去那边选，他下一次2026马上选议员，不是吗？成事不足。对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还把他养起来，接下来有知名度，他就是在内区的一个议员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算盘还是这样打，因为我们过去常世宪听过他打过很多类似的算盘，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其实国民党怎么样去精准回应，你能够吸取小草日月精华。
又不会被黄国昌拿来借势趁势，还来请了。你看我帮国民党那么多，最后不提我们，那2026怎么办？对，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的课题。不会，我先说了，就是老师讲的话当然要听的，所以我也期望黄国昌主席要想清楚，赢了才有合作的空间，输了当然黄国昌主席包括民众党当然可以提名县市议员、县市首长都可以啊。但是如果要当选的话，恐怕梦里才有，就这么简单。所以政治是现实的，政治也是非常残酷的。赢了你才有所谓的资源，才有所谓的动力。如果你输了，提了大家一起共同阵亡而已，这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啦。你想提100席，我都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我才说这一次，之前去年今年年初总统大选蓝白合的状况，不要说柯文哲有没有罪，不要讲，但很明显的，民众党它的发展。如果当时有蓝白合，我相信绝对不会只造成现在只剩下8席的立法委员这种状况，一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代表了合作不要有太多的私心或者太多的算计，才能够在未来的路越走越宽。而如果现在算计太多，到最后不要说路变窄，那是死路一条。OK， 但杨明，大家讲说这一次的很多的投票，像花莲那一区，花莲那个地方，某种程度你可能返乡的意愿与否，它可能会对于未来那个投票结果一定会有相当的影响。媒体上报道说像台铁啊这些，他们是不是会有要加开班次啊，类似这些，你自己评估那所谓的这样返乡的意愿会不会大幅提升？整体投票动能，我必须说，因为我最近忘记听哪一个民进党立委还是政治委，他们讲说他好讶异，那个高铁预售票居然没有卖完，然后他说台铁也是，他说现在都还买得到车票，他说那个7月25号都返乡车票都还买得到，他说他好讶异，他说他觉得很悲观，他说这个表示没有返乡的动能。那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哈，就是罢免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那种，而且因为这次24区都不够吗？因为你要找，比如说我们讲投票，投票选举的时候，它是全国的所有选举人都要参与。是，那这次24个选区可能不到全国选举人的一个选区平均大概是30万的这个选举人数而已，所以呢，大概就是，而且都集中在中北部了不起是500-600万人次的这个选举的需要去投票。那这些人会集中，比如说以花莲来讲，以花莲自己来讲，他的那个预售票不是可能很多不是为了投票而买的啦，那几天还有演唱会，对，可能是去观光旅游的需求可能高于投票，所以会导致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投票动能因为没有潜力 ，OK， 我们过去没有过这种所谓大型罢免的模组，比如说刚刚我觉得一山分析很好啊，因为他是用。比如说哪一次罢免，它是用联署的乘以几倍，对，所以可是呢，因为这一次的罢免的联署，理论上它的基数又偏高，什么叫偏高？就是所有罢团是很努力去冲高的，那所以这个后面的那个倍数有没有办法去套用？因为没有潜力，我一直都说这一次好难估，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对。比如说哪一个选区，我们大概就只能说，比如说为什么觉得叶元之危险，是因为叶元之在地的组织能量相对比较弱一点。那如果在蓝军整个气势弱的时候，他就会很危险。那像刚刚讲的黄建斌，像刚刚讲的牛许婷，都是一些这种所谓在地的元素，有一些是用观点，用我们以前的观点。可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份民调。我看他桃园的嘛，然后他讲说每一个地方可能投票跟会投票的那个动能大概平均在70%左右。可是你要知道桃园是最讨厌投票的县市之一，就是西部县市每一年投票率，县市长选举2022年5%。叶元之在地的组织能量相对比较弱一点，那如果在蓝军整个气势弱的时候，他就会很危险。那像刚刚讲的黄建斌，像刚刚讲的牛许婷，都是一些这种所谓在地的元素，有一些是用观点，用我们以前的观点。可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份民调，我看他桃园的嘛，然后他讲说每一个地方可能投票跟会投票的那个动能大概平均在70%左右。可是你要知道桃园是最讨厌投票的县市之一，就是西部县市，每一年投票率，县市长选举2022年5%，这么低，对你很难想象，你很难想象，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他那个民调会不会有点高估了？就变成说是有投票意愿才回答，其他他根本懒得回答你，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偏差。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评估是这样，就是最后关键还是在各自阵营的支持者的投票动能要巩固，而至于不关心政治的人，
如果他们愿意投票的话，通常就会表示有大事发生。OK， 比如说，也许是对等关税的冲击，也许是比如说什么样的因为还有2个多礼拜，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对，所以还有可能会有一些重大事故导致的投票动能，那个恐怕对特定方，不管罢免方或反罢免方，可能都是不可预期的。OK。那一闪，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讲，刚才其实也讲说，包括那个台电预算拨补了，或1500亿或4100亿有没有交换这些，中间有一段讲说，国民党本来是不是也在等那个关税啊，要就我们也一直在等啊，是。那结果昨天晚上出来那个第二波也没有我们。对，每天那个夜盘都会震荡一下，以为那个川普要发信要公布了，就往下跌一下，跌一下，发现没有台湾又上去了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所谓的川普的关税，但是第二波还是没有所谓的台湾，看起来郑丽君还在跟美方持续协调啦。那你说晚公布跟早公布谁比较有利？看起来就是说早公布的叫做那个分手信。没得谈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干脆给你公布嘛。所以就是看起来1、2波都偏高都在20%以上，所以持续的在谈，是不是表示台湾持续有可能在所谓的关税的这个20%，目前看到最低是20%嘛？我们希望当然是如果早公布是20%以上的话，我们希望是说持续谈判可以持续的往下降嘛。那但是在最近说真的，台湾譬如说汇率自由化，我们常常会说台币变贵了台币变好用了，那表示我们台湾在汇率这一块尽量的可以放手给它自由化嘛。这尽量自由化也符合美国需要跟你在谈判关税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嘛。那刚才讲到台电的购油购天然气也好，都是符合美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台湾为了这个关税的谈判，其实对美方是释出非常大的善意，但是我们也不要预测，因为川普这个人真的就是不能预测。我都说他是隔日冲嘛，隔日冲完之后第二天可能又变了。所以到底最后的台湾的关税如何？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包含在汇率自由化，包含对美的采购、对美的投资，我觉得台湾都展现了极大的善意。那如果美方没有给台湾更好的优惠的利益，现在大概估大概就是15到20之间，比较多的所谓的预测大概都是15到20之间。那我觉得可以争取到20以下，就是一个台湾这个在关税战里面可以取得一个暂时性的胜利的时候。所以你们会怎么样看那个关税的那个税率？那对，好了，有人在解读说对于罢免之间那个联动的一些影响。我也注意到，包括蓝白的一些政治领袖，譬如说像蒋万安啦，譬如说像黄鸿昌主席啊这些，都针对中央在谈判那个过程当中有提到了一些，不管是质疑啦或什么，你们担心什么？我先讲好了。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对台湾课的关税超过10%，就叫失败台湾就失败了。很简单，英国跟美国谈判的状况，英国非常尊重美国，我相信台湾尊重美国的态度绝对不会亚于英国。结果英国只拿10%，结果台湾可能在20%左右。我跟各位报告，我认为台美友好这句话骗人的，你表示他们根本不把你当好朋友嘛，所以美国才会课那么高的关税。要知道，现在台湾不只面临课高关税的问题，还有台币一直不停升值的状况，这也非常严重啊。台币现在已经升值了快1成啦。请问一下，这1成的这个所谓的美金计价退回来的利润变少，谁负责啊？谁承担？是那些厂商承担啊。所以蒋万安市长才会说，他希望就是也许赖政府可以在台美这个谈判过程当中释放出多一点的讯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传产的朋友们现在非常紧张，他紧张原因是因为他不晓得最后关税可能的方向是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美国去谈判，因为假设10%跟15%，这个所有我们对方拆分的这个趴数是不一样的，这差非常多，所以我还是希望赖政府当然很努力，我相信一定很努力，因为这事情非常的严重，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台湾利益最大化，而且对于美国进来台湾的农产也绝对不能够所谓零关税，因为那个对台湾冲击太大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尽量加油，尽量努力。如果可以的话，释放一些消息让产业界知道，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些应变或者是他们的准备态度跟方向，都会有更好的帮助。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尽量加油，尽量努力。如果可以的话，释放一些消息让产业界知道，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些应变或者是他们的准备态度跟方向，都会有更好的帮助。
严凤，我刚才有没有听到博弈直接点名10%，然后那个过程，然后蓝白都有讲说能不能够适度的公布，可是也知道谈判，当然那谈判的过程基本上会有高度的机敏性，当然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该怎么办？那包括国民党有一些朋友，譬如像林涛他们，就直接还会再附加的，这国际局势都这个样了，关税都已经这样，你们还在搞罢免吗？每一次林涛来都会讲到这些，你们要怎么样回应上这些话？其实最后到底核定了几趴不是用喊的啦，因为这个牌不会是只有在台湾的手上或美国的手上，因为要考量谈判的过程，要考量的因素有很多，产业那么多，因为它会涉及到国家利益嘛。对美国来说，或对我们来说，都是会站在我们的国家为出发点去讨论这个整个谈判的状况。那当然内容会涉及到很多的商业的机密，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讲说，不要去设一个说你一定是要10%，只要低于10%就叫失败。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定论的。我今天讲第一个，第二个，蒋万安讲说你们这个黄国昌就说你这个谈判的过程，你只要不公布的话，就叫黑箱。那蒋万安也跟着一起站下，就讲说附和黄国昌的说法。那我就问，好，如果要用一样的标准，过去台北市政府一直在跟中国上海举办双城论坛嘛？我们也在问那你事前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你们要签什么备忘录？我们市议员去所知，台北市政府从来没有给我们资料过啊。第二个，那之前我们在讨论说，很多国民党的这些立委们跑到中国去跟王沪宁见面的时候，那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不是说不符合你的想法就叫做黑箱，用这两个字当做大帽子，就要扣在执政党的身上，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OK。小雨30秒，你觉得关税当公布的时候，对于大罢免会有什么样联动的影响？当然会啦，就是如果说真的不如预期的话，预期是多少？好难，你会预期多少？就是博弈讲10，然后刚刚易善讲15，我讲20，柯建铭讲10哦。我讲20是有道理，因为我们对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是日韩嘛，那日韩都25嘛，其实谈到20，表示我们跟日韩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我补充一下，我为什么讲10%？是因为我附和柯建铭总统的讲法，他一开始就讲10%，他预测10%，他自己说的哦，对不对？其实不管几趴，国民党都会说这个美积电都已经售出去了，什么的，一定都会这样讲嘛。对，但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观察，就是说现在已经公布的，只要你是跟中国依赖性高的，或者是被美国认为你有帮中国洗产地的这些国家，你看像巴西等等这些国家，他们的税率就是会特别高。OK， 我也认为是20%啦，就是跟日韩如果是20%左右的话，对于大罢免，正向还是负向？我觉得当然是负向啦，就是对，就太高。但我最后要讲，我是说，我觉得对罢团来讲，因为他们真的比较吃亏的地方是说，因为这个时间拖太久了，就像当时谢国樑一样，就是你只要时间久，很多的话题什么的都会比较累啊。国民党是因为他是等待那个时间公布之后，他还开始冲，然后又有一些行政资源。现在看起来，我认为就是说，目前为止国民党气势起来，这个是实在的。来，杨明30秒，整个包括关税出来，你的评估，然后包括对于罢免的影响。我相信，如果站在赖总统或者说整个民进党的执政团队的话，一定是希望能拖越久越好。拖得过26吗？如果8月1号才公布，我7月27跟你签约好不好？如果能到这个，我想那叫100分。就如果数字就是那个几趴已经不到，那只要能够在7月27以后才确定才放榜，那就100分了嘛。因为至少就是说它的因素在罢免前不会变成一个变数。可是如果不管我跟你讲，只要超过10%，都冲击都会有啦。来，伟芳30秒。基本上我认为大概最后这几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应该就已经谈判的最后了。如果没有签，那就是失败，那应该就是日韩等级的25。那当然，其实我认为对同意方的影响没那么大，但不同意票是有可能出来的因为就找到一个话题，可以透过反赖清德来作为投票的表态。那当然呢，就是尽量的争取在最近的这几天就只有这几天去完成谈判。那不过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超乎大家想象如果这几天签得出来的话，它可能是很复杂的一个包裹，就穿到我前面讲，也许美方会要求你必须出钱1000亿来采购我的什么，这个时候对国内又会产生新的一波的政治震荡。从这你就会知道那个变数来讲非常的多。那对于26号的一些投票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关税当然大家都在乎，当然你说对于中南部的一些这次台风一些灾情，那希望全国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至于大罢免26号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